2023年最刺激的泰国恐怖片《骆驼式之吻2》震撼来袭，一经上映便成为了无数人的噩梦之源。根据泰国民间恐怖传说飞头降改编而成，友情提示该片全程高能，建议胆小的朋友艾特你的傻大胆男友一同观看。故事开始便是王炸，女孩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飘在半空，身体不停地颤抖，仿佛被恶魔附身承受着剧痛。然而在门外看到这一幕的父亲没有上前帮助，而是默默地关上了房门。原来小美从母亲那里遗传了一种诅咒，当年她的母亲一到深夜就会化为飞头女鬼到森林里觅食，食物则是动物的内脏。小美和母亲一样深受诅咒的困扰，父亲一直在用一种药物压制她体内的恶魔，可随着年龄增长，药效也在逐渐减弱。于是第二天，父亲就带着小美找到当年配药的神父，神父对小美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后，父亲就支走了小美，神父则一脸凝重地告诉他，之前的草本精华已无法压制恶魔，需要添加一种新的成分加以控制，但具体效果如何，神父也不能确定。另一边，小美在教堂里遇见了一个男孩，他叫小白，是神父的养子，天生患有白化病，怪异的样子也注定他交不到什么朋友，因此和深受诅咒的小美一拍即合。就这样，两个别人眼中的怪胎成为了朋友。这天，两人在树林里聊天时，忽然一只受伤的白鸽从天而降，小白上前施救，却遭到几个孩子的暴揍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小美体内的恶魔瞬间觉醒，一声怒吼直接吓退了几个熊孩子，最后还是小白的呼喊让他恢复了理智。恐怖的一面暴露后，小美匆忙地离开了现场，小白却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，而是找到哥哥处理伤口。完毕后，哥哥让小白将那只白鸽埋在教堂后面，可小白却慢慢将白鸽捧在了手上，他不忍心鸽子就这样死掉，闭上眼睛默默祈祷。下一秒，鸽子竟又活蹦乱跳地飞了起来。哥哥见状，毫不犹豫地划破自己的手掌，然后在小白的一番骚操作下，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。但小白也好像受到了反噬，表情略显痛苦。哥哥简直不敢相信弟弟竟然还有这种超能力，但转念一想，急忙叮嘱小白不要告诉给任何人，要不然会被当作小白鼠拉去做实验。小白随口答应，但心底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第二天，神父的新药配好了，小美和父亲也就此离开了。转眼时间来到12年后，小美在新药的控制下，体内的恶魔一直没有苏醒，也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大美女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药效应该又要减弱了。果不其然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小美的头颅竟直接脱离了身体，像一只会发光的章鱼一样在森林里飞舞，最后盯上了一只正在进食的野猪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美蜷缩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，看着满屋的血渍，她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。父亲看到后大惊失色，立刻带着女儿去找神父。可此时附近的当地人发现了野猪的尸体，看着如此诡异的尸体，不由得想起20年前的一个传说，那是一个专吃动物内脏的飞头女鬼。所有人都感到了恐惧。一个得到消息的美国收藏家却来了兴致，认为抓住飞头女鬼就能一夜成名。随后托猎人朋友联系上了一个雇佣兵，可殊不知此人猎杀飞头女鬼根本不是为了钱，因为他就是一个以飞头女鬼心脏喂食的恶魔。这是2023年你最不容错过的泰式恐怖片《嗜血恶魔大战飞头女鬼》，全程高能，精彩不断。多年前的一次特种兵行动遭遇了恶魔的袭击，整个小队只剩丧彪一人存活了下来。然而他却惨遭诅咒，成为了一个嗜血狂魔。渐渐的，他发现只有吃掉飞头女鬼的心脏才能压制病情。几年的时间内就吃光了泰国境内的飞头女鬼，然后逼不得已在一名神父的帮助下用药物控制变身。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，神父手上其实就有一个受到飞头诅咒的女病人。起初女孩年纪小，神父利用提取的植物精华还可以控制她变成飞头女鬼。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药物已不能压制女孩体内的恶魔，于是时隔多年，飞头女鬼再次出没。得知消息的丧彪毫不犹豫地踏上了猎杀飞头女鬼之路。此时小美在父亲的带领下再次找到了神父，神父认为需要给小美的药里再添加一种新成分。就在他为之而努力的时候，小美也久违的再次遇见了小白，一来二去，往日的情愫再次涌上心头。小白决定利用自己的超能力治愈小美，可不但自己差点惨遭反噬，甚至还激发了小美体内的恶魔。从那以后，小美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村子里也出现了大量被啃食的动物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父亲只好将小美再次带回深山老宅。没想到当天晚上，小美就再次发作。父亲透过门缝看到小美悬浮在床上不停地扭动，脖子上也长出了2根触角，最后头颅直接和身体彻底分家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飞头女鬼，看着像极了一只会飞且能发光的章鱼。女鬼看向门外的父亲，然后就发动了警徽的物理攻击。父亲连忙将门关上，听着屋内的打砸声，他心如刀绞。好在飞头女鬼并没有打破房门。第二天，小美已经恢复，神父父子也带来了新研发的药剂，可很遗憾，药物并没有起什么作用。当天晚上，小美就再次发作。小白见状，舍命上前安抚。意外的是，这次在他自愈的超能力下，小美果真渐渐恢复了平静。神父认为是小白上次遭到反噬后，自愈能力促使其体内产生了相应的抗体，决定利用小白的血液制作防变身药物。可哥哥却极力的反对，神父这才交代了小美的病情。所谓飞头女鬼的诅咒，其实就是一种寄生虫，主要寄生在女性体内。小美的母亲生前就是宿主，所以小美一生下来就是恶魔。而之前研制的药物其实就是一种镇定剂，说白了就是暂时压制。眼下小白的体内很有可能已经产生了抗体，所以大概率能从她的血液中提取出疫苗。昏睡中的小白听到神父的话后，立马坐起来表示愿意配合，于是神父就立马开始进行研制。经历了744天的研究后，总算快要大功告成。
可就在这时，光腚的丧彪终于找上了门。神父见状，还试图将康变身药的事情告诉他，可此时的丧彪早已被恶魔占据了心智，张开血盆大口就把神父给打了。一个神父被光腚的恶魔给打了，外面的家人听到惨叫后立马跑回房间。小美的父亲知道丧彪这个恶魔的存在，也知道他以吃飞头女鬼心脏为生。当年他的妻子就是被丧彪给吃了，所以现在他必须保护好小美。可就在他拿着喷子准备带几人逃走时，光腚丧彪已经出现在了屋顶上。父亲见状急忙举枪瞄准，可变异后的丧彪行动非常敏捷，子弹根本打不到他。还好小白的哥哥及时出现，将抗变身药物注射到丧彪体内。趁着药效发作之际，几人趁机开车逃跑。可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丧彪就又追了上来，而且速度比刚才更快，甚至还长出了一对翅膀。在丧彪的不断撞击下，大 GLB 撞上了路边的大树，丧彪降落到车顶，然后伸出头查看，可车内只有撞晕的哥哥一人。丧彪被气得龇牙咧嘴，站在车顶张望了一番后，纵身一跃跳入了树林里。此时小美等人正在仓皇逃走，可小美也貌似到了变身时间。看着虚弱的小美，父亲割破了小美的手掌，将她的血液涂抹在自己身上，试图以此来吸引丧彪掩护小美两人逃走。他主动开枪吸引丧彪，没一会儿丧彪真的被吸引了过来，一下将父亲给扑在了身下。小美仿佛感受到了父亲有危险，身体开始发生变异。小白看着面目狰狞的小美，一时间不知所措。很快小美的头颅脱离了身体，不过这次变身她好像还保留了一丝理智，或许是强大的救父之心所致。小白还试图用自己的超能力化解变身，可小美却直接转身飞向父亲，飞了一会儿就迎面撞见了伤痕累累的父亲。父女俩四目相对，明明自己已经很惨了，可却都还想着保护对方。忽然父亲面露痛苦，原来是丧彪再次追来，而且一击击穿了父亲的心脏。看着被甩飞的父亲，小美怒了，她径直冲向丧彪，利用触手缠住对方，接着又是一口咬了下去。可毕竟她就是一颗头颅，很快就又被甩飞。丧彪还不依不饶地追打，把小美当成球一样扔来扔去。小美不惧艰难再次冲了过去，可她真的不是丧彪的对手，最后直接被骑在胯下输出。丧彪毫不留情地扯断了一根触手，小美疼得吱哇乱叫，战斗力也在明显下降。丧彪一把抓住她的心脏，看来是要开始进食了。关键时刻小白及时赶到，他舍命冲向丧彪，可却被一把掐住了脖子。为了拯救自己的女人，小白使出全力试图净化丧彪，可不出意外的再次遭到反噬。他不断的反抗，最后真的净化了丧彪的一只胳膊。就在丧彪一脸懵逼之时，小美直接利用触手一击贯穿了丧彪的脖子。至此，这个光腚恶魔终于下线了。可小美貌似也非常虚弱的样子，还好有小白在，尽管他同样非常虚弱，还是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将小美的头颅抱到了身体跟前。看着小美人头合一后，他才安心的倒下。等小美醒来时，小白已经奄奄一息了。奇怪的是，她的头发还变成了黑色，或许是超能力使用过度，回归平凡的一种象征吧。可当异能失去的那一刻，也就意味着人生随之结束了。影片的最后，小美舍弃了身体，化作飞头女鬼在丛林中生活，这也许就是她最好的归宿吧。